根据警局的资料，雷克村已知的失踪人数有34人。我们这次的任务分为2部分：第一，要寻找失踪的乔亚布鲁克；第二，调查这次的任务是否与恶魔有关。由于无法确定是否在职责范围内，这次的行动以调查为主。希望您控制住自己，如果不想长期被流放，就按规章制度办事。这次出门调查，我们需要一个身份作为掩护。卢米埃斯珠宝行老板的朋友是个好选择，而你是我远亲的堂弟，跟着我做珠宝生意，非必要情况你不必开口说话。堂弟，我已经26岁了。好啊，我会时刻谨记的，哥哥。下次给他安排一个哑巴的身份。那边是这可不止34件失踪案例，远超加兰大人预估的规模呀。看来要推迟与珠宝卖家见面了，先去当地的警署。你小点声，别把跟着我们的尾巴吓跑了。在哪儿？你的3点钟方向，看到了吗？放开我，人已经走了。这都是加兰大人反应太慢了。又是来报案的，人口在失踪1周之后才能报案。打扰了，我是黑羽的加兰诺伊斯。原来是黑羽的大人啊！我们来调取奥乔亚布鲁克的资料。哦，这个名字我可是印象深刻。要知道他的哥哥麦克布鲁克前段时间才在雷克镇雇人大张旗鼓地搜寻了一番，如你所见，他们无功而返了。刚刚说，人员失踪1周后，你们警署才能立案。大人，您还不了解雷克镇人口流动的速度，不少人只是因为靠珍珠生意发财，所以搬走了。有的人则是故意躲避警方，毕竟在做黑市买卖，我们也难以确认是否失踪。这案件得一件接着一件，查案难度实在太大。雷克镇的珍珠什么时候开始流行的？1、2年前，我也记不清了。给您，这是关于奥乔亚布鲁克的调查资料。一个名叫盖奇布朗的人与奥乔亚布鲁克于11月下旬进行过交易，警局有他的资料吗？盖奇船长，他是我们雷克镇的名人。他前段时间还捐了一大笔钱给政府建学校。11月28号，奥乔亚布鲁克。他在麦克唐纳旅店住过，这个旅店在哪儿？您沿街直走到尽头，在向左就能看到一个最高的建筑物，那就是麦克唐纳旅馆。2位吃饭还是住店？住宿，我们要312房间。哦，抱歉，这个房间已经有客人预定了。已经被预定出去的，我们也没办法。那我想想办法。不过312是单人间，你们2位……请给我多加一床地铺。不过您为什么非要住在312号房不可呢？312是我们家族的幸运数字，我们生意人讲究个吉利。哦，原来是这样。来帮2位贵宾把行李放在312号房去。加兰大人也有张口就说瞎话的本事啊。2位是初次来到雷克镇吗？没错，我带着我的堂弟来这里做珍珠生意。来雷克镇的人10个里8个都是来做珍珠生意的，我倒是也略懂些门道。是吗？老板不妨给我们添杯酒，慢慢讲给我们听。在我们西边相邻的小国，有一位叫法伦的公主。法伦公主偷偷爱上了自己英俊的侍卫戴米安。戴米安是个严肃的人，却对公主十分温柔。有一天，戴米安经不住公主的苦苦哀求，偷偷带公主溜出宫殿玩耍。公主意外扭伤了脚，戴米安小心地背起了公主，公主就忍不住亲吻了他的脸。尽管夕阳很红，公主还是看出了他红了脸。
两人互相明白了心意。可是就在回宫的路上，两人遇到了刺客袭击。戴米安为了保护公主受了伤，公主也受伤晕了过去。公主昏迷了2天2夜才醒过来。醒来后发现没有熟悉的身影，她连忙问身边的侍女戴米安娜。在公主的追问下，只好回答：因为擅自带公主离开宫殿，戴米安已经被国王处死了。公主不顾阻拦，冲到了城门口，看见了被吊死在城墙的戴米安。公主晕了过去。再次醒来，公主没有哭，只是喃喃自语：再也没有人为我的餐点上装饰笑脸了。曾经活泼的公主变得少言寡语，城堡再也没有过去的欢乐笑声了。这时，一个珠宝商人的人献给了公主一颗珍珠。这颗珍珠上面隐约看到了一张脸，样子和戴米安有7、8分像。公主随手把珍珠放到了枕头下，夜里竟梦到了一个长相和戴米安类似的人。公主在梦中抱住他，诉说着自己的思念。自从有了珍珠，公主逐渐好转了起来，仿佛有了精神寄托。国王很高兴，奖赏了那个珠宝商人一大笔钱。从此之后，这种能让拥有者在梦中见到挚爱之人的珍珠，就在贵族和皇族间慢慢流行了起来。什么东西一旦与这些贵人们有了关联，自然就能卖出高价。尽管故事的结局是个悲剧，但怎么可能阻挡得了人们的向往和痴迷呢？这个珍珠售价极高，让发现它的盖奇船长成为了雷克镇最富有的人。他尽管已经富得流油了，还是坚持自己出海，对珍珠的捕捞地点守口如瓶。有趣的故事，谢谢您的招待，我们已经吃好了，该回房间休息了。这就是那个倒霉蛋的房间，跟这帮人套不出什么有用的信息，倒是让我损失了不少钱啊。加兰大人，您该怎么补偿我？回到总部以后，你可以申请报销。你不是公爵吗？这珍珠在你们贵族之间流行，你有吗？说笑了，我一个住在卡尔纳斯边界的落魄公爵，哪能够到这种稀罕物？满嘴跑火车，警员没有及时封锁，房间不知道已经住过几次人了。就算有什么痕迹，也被扫得干干净净。至少目前没有看到翻新的迹象，也没什么打斗的痕迹。过去1年，雷克镇记录在案的失踪人数为143，失踪人员涉及各个年龄层，以15至30岁的年轻人居多。失踪的大多都是本地人，其次就是雷克镇附近的地区，他们职业各异。像奥乔亚布鲁克那样做珍珠生意的外地人是极少数。你的伤怎么样了？不劳您费心。喏、啊，这是你把物证从警局偷出来了？哦，偷？加兰大人，您的用词未免太不文雅。那个警员的态度摆明了有事想瞒着我们，何必和他客气，自取即可。流氓对上无赖。过奖过奖。11月26日，这是奥乔亚布鲁克刚来雷克镇的时间。没有了。看来他不光与盖奇布朗做了交易，还一同出海了。明天还有重要的会面，你不要又睡过头。怎么又开始了？开玩笑，难道已经严重到一刻也离不开项链的程度了吗？不对，这次好像更严重了。痛得快要喘不过气了。奇怪，怎么洗了这么久？又被你看到我狼狈不堪的模样。真是一个不错的容器，嘉兰，好孩子，
我也想你，我的孩子。过去的痛苦时刻折磨着我，死亡啊，你何时降临？我已迫不及待。我就一个洗澡的功夫，您差点就咬舌自尽了。以往有这么严重的情况吗？如你所愿，距离阿斯莫德的寄生，应该是更进一步了。干什么？我看……滚开！行了，别乱动。你以为我要对你做什么吗？我对连反抗能力都没有的人没兴趣。刚刚抱你出来的时候，看到后背似乎有伤，我要确定一下。好好面对被恶魔寄生会逐渐衰弱的现实吧，尤其是心脏发作之后，会虚弱到任人摆布，这个时候逞强是没用的。我下楼拿点药，你别乱动。昨天，好了，走吧。您好，盖奇先生，我们是来自卢米埃斯的商人，您可以叫我嘉文。旁边这位是我的堂弟。幸会幸会，两位是真的值得被时光和珍宝铭记的好容貌啊！我都转不开眼了，很高兴见到二位。关于两位的引荐函我已经收到了，原来是我重要客人的朋友。我正翘首以盼地等着二位呢。我们可以先去展厅看货，然后再详谈。到了，这就是我们享誉盛名的珍珠，怎么样，很美吧？哥哥，这珍珠真漂亮啊！我实在是太喜欢了，可以先买一颗吗？两位是我重要生意伙伴的朋友，这颗珍珠就当是送给两位的见面礼了。抱歉，让您破费了。哪有的事？两位这样的容貌，才配得上如此美丽的珍宝啊！您过奖了，这么美的珍珠，我们什么时候才能订到货呢？真是不巧，这段时间订单太多，大概是没什么存货了。的确没有了，船长。我们急需这批货物，价格什么的好商量，还请您通融一下。这可太叫我为难了。不过，看在熟客介绍的份上，我给你们破个例。正好我明天有出海计划，可以带着两位一起。有什么收获，可以第一时间与两位交易。好啊，合作愉快，两位。这是帕吉特农庄的典藏，请两位慢慢享用。谢谢。其实我一直很好奇，像您这么富有的人，为什么还坚持亲自出海呢？那是因为我对大海的爱呀！只有我们知道，那片充满暗礁与漩涡的海域有多么迷人。了不起，我敬佩一切热爱事业的人。如果您需要更多的资金，我愿意提供帮助。不好意思，嘉文先生，物以稀为贵，我可不想赚钱的道路变得拥挤。这样啊，是我唐突了。时间不早了，我们要早些回去，为明天的出海做准备。好啊，明天见，两位。希望我们合作愉快。这次也许会大赚一笔啊。这两人大概不像表面看起来这么简单，
我们的人在车站就看中了他们，看见两个人在巷子里搂搂抱抱，不是一般的关系。管他是什么关系，这次上钩的鱼正对我的胃口。记得留给我享用一番后，再一起解决。是。你是不是看出什么了？可以感受到诡异的气息，但我也不确定，所以才问那个狡猾的老狐狸要来一颗。喏，你看看。怎么回事？只是一颗稍有亡灵残息的珍珠而已。喘不过气。难道是你越界沟通的能力太强，可以和惨死的亡灵产生共鸣？是我的疏忽，应该早点检查珍珠的。你现在的状态根本不能应付明天的出海。这不关你的事，我自己什么情况，我心里清楚。不关我的事，你觉得我是在和你商量吗？迦兰大人，看来是我这段时间太客气了。如果身体不想要了，可以提前交给我，让它变得与我有关。从梅阿斯莫德寄生那天起，我就知道我活不长，呼吸停止，心脏被夺走，可能灵魂也会湮灭。也许是明天的事，也可能是10年后的事。结局早已写在那里，我不想在那天来临前就提前躺在床上，等待这个结局的来临。欢迎来到塔尔伯特号，各位，今天真是个适合捕捞的好天气。前半段路线，各位可以去到甲板自由参观，海上很冷，注意保暖。等到午后就到了关键航线，涉及商业机密，还请各位回到船舱去。好大的风，和我们一起来的商人都在船舱，只有2个船员在维护甲板。这是新的渔船，却有很多磨损的痕迹。这个艰巨的划痕，像人类手指造成的。风这么大，回船舱里去吧，哥哥。你要我问的，我已经打听过了。塔尔伯特号是盖奇船长新购入的渔船，船上的成员大副、二副和船员，包括事务员在内，一共是6人。这伙人共事2年左右，其余的就是和我们一起上船的商人，是一对夫妻。搭档2年，看样子整船的船员都脱不了干系。什么声音？只是在教训偷懒的家伙罢了。不好意思，一点小事就惊扰到各位。不准叫了。低级的爱好。哦，对了，马上就要到秘密航线了，希望各位回到船舱里去。没想到盖奇布朗这样苛待自己的船员。没错，他的船员竟是些独眼、瘸子、缺牙，看来都是这位船长干的好事儿。但他们仍然跟着盖奇布朗出海工作，还坚持了2年，看来这份工作很挣钱呢。既然如此，这些人还有必要留着吗？如果他们真的有罪，裁决他们是当地警署的事，而不是供你虐杀用的。太遗憾了，我可不会轻易让赫斯特姆出现。有幸目睹我使用能力的，还活着的，你是唯一一个。难道我还应该感到荣幸不成？你能控制好自己的行为，我就谢天谢地了。
先生们，你们的晚餐。最后的晚餐来了，加兰先生，真是令人期待。不知道这饭菜里加了哪种药呢？你小点声，他们可能还没走远。啊！你要干什么？一个玩笑。也许我会提前被这个人气死。没想到你这么关心我呀，哥哥。这个容器装饭菜正合适。谢谢您的款待，非常美味。你是怎么被阿斯莫德寄生的？什么时候的事儿？不记得了。你昨晚梦到什么了？好像还哭哭啼啼的。啊！谁哭了？假装中了迷药，可不能这样大喊大叫啊，哥哥。你……有人过来了。刚到城镇的时候也是，这个人的听觉简直像狗一样。睡得真香啊！啊？什么？在后面！蠢货，别划伤他的脸！先管好你自己吧。黑泽尔，麻烦。第16个，船上的人都齐了。哦，隔壁的那对夫妻呢？他们只是中了迷药，睡过去了。之前失踪的人都是被你们骗到船上的吧？为什么现在才下手？这片海域有什么特殊之处吗？何必和他们费这么多口舌？这个部位虽然疼，但不会死，是绝佳的真化处理。真化就会和血一起涌出来。乳臭未干的小子，就算是杀了我，也不会告诉你的。别担心，我不会杀你。我还有一件礼物送给你，先生。什么？有你的鼻子、耳朵、眼睛穿成的项链。你可以选择接受礼物，或是说出真相。从您的眼睛开始，也许一只眼更有助于您瞄准方向。不要啊！我说，怎么样，副队长大人？你在刑讯逼供这方面很有造诣啊。我有一对智力低下的双胞胎儿子，那时我们太穷了，每顿饭只有混着木屑的黑面包，竟还打不到鱼，我只好带着兄弟俩去了新的海域。我记得那天天空阴沉沉的，让我感到心慌。好大的雾啊！不好了，船长，大卫跳到海里去了，我们正在找他。啊！你们怎么不看好他？我们还没来过这里的气穴。这束光，好想过去啊！这是我的孩子啊！大卫，太危险了，船长，你看看我们脚下，不要送死。那是什么？怪物的外壳合住了，我们无法破坏，我们就把它吐出的珍珠拿走了。大卫死了，我很伤心。大卫，你回来了！你回来了！每次拿起这颗珍珠，都会梦到大卫。难道我千辛万苦拜访到位于加拉赫山林的女巫，她一定知道些什么？人面蜘蛛在100年前流行过，但很快就销声匿迹了。那批捕捞的人全都死了。再后来，听过故事的人都会付出相应的代价。你确定还要知道吗？我想知道，快告诉我。在雷克镇某处浅海湾洞穴里生活着海妖，因有心智不坚定的人跳入海中作为他们的食物。他们吃掉人类，
再吐出封住亡灵残魂的珍珠。只要海妖不死，亡灵就会一直困在珍珠里。你听说了吗？法伦公主的事情，她的爱人死了啊！是啊，我的儿子不能白死。既然通过他的死，发现了这个怪异的珍珠，不好意思啊，能和我说说他爱人的长相吗？那个女巫把海妖说的那么可怕，实际上是个不会移动的海洋生物，还没有鲨鱼危险呢。只要我保持相对的距离，它就只是我赚钱的工具。我知道了公主爱人的长相，再把相似的人献祭给海妖，因此收获了第一桶金。有了第一次的成功经验，我们获得了很多珍珠。路边的乞丐变得珍珠不值钱，给我找年轻漂亮的，本地不够就给我去外地。所以，在车站跟踪我们的人也是你派来的吧？绑架外地人，欺骗与你们做生意的商人上船，把这些人献给海妖吃掉，变成你们想要的珍珠。你们究竟杀了多少人？数不清了。没想到，在你们这里栽了跟头。等靠岸了，先把他们交给金属，我去解决那个怪物。你看好他们。你一个人？还有他，希望您不要搞什么小动作。盖奇先生。嗯。